我叫林启航，是夏龙机械厂的工程师。1周前，我因为迟到2分钟，被扣了10万的年终奖。我知道那是新来的厂长张强在拿我立威，想要杀鸡儆猴。不过没关系，从那天起，我卡着最后1秒打卡，下班铃一响，立刻关机走人。我要让你们看看，离了我，这工厂还能不能转得起来？我们的企业是什么？是华龙集团的标杆啊！纪律是什么？纪律是企业的生命线呐。可是总有一些老鼠屎，无组织无纪律，自以为是的把我们厂规当成耳旁风。我既然受委派担任这个工厂的厂长，那我就要从今天开始，严肃地整治这股不正之风。林启航，你作为我们厂的高级工程师、技术骨干，今天居然迟到了整整2分钟！2分钟！根据我们新颁布的劳动纪律规定，迟到1分钟罚款100，迟到2分钟，你的性质很恶劣，所以我决定扣除林启宏本年度的全部年终奖，共计10万，以儆效尤。林工昨晚加班到凌晨4点，所以这才迟到2分钟。厂长这个规定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你懂什么呀？他这是拿林工给大家立威呢。俗话说新官上任3把火，这第1把火呀就烧到林工身上了。林启航，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我为什么要解释？对于一个想要拿我立威的刽子手而言，一切的解释都只是徒劳无功。你快服个软，跟厂长认个错道个歉，这可是10万年终奖啊！如果你对你的处罚结果没有问题，那就上来把这个字签了吧。启航，那可是你1年的奖金啊！服个远，这事儿就过去了。厂长，林启航昨天晚上为了调试新设备，一直加班到凌晨4点。你给我闭嘴！不管他加班到几点，都不是迟到的理由。厂规厂纪大于天，你懂吗？你再替他求情，我连你一起处罚。师兄，不用说了，我愿意接受处罚。我知道他想看我求饶，想看我崩溃，可我绝不会向他妥协。你是咱们厂刚招进来的技术型人才，以后呢一定要跟着我好好干，咱们共同努力，一定要做大做强。师傅放心，我一定会认真跟你学习，努力工作的。好，我看好你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测试平台。小林啊，咱们工厂的所有机械设备啊，都离不开我们的技术测试，所以呢，我们对待这项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我们就要兢兢业业，因为工厂给予我们这么大的信任，我们呢就要好好的回报于工厂。师傅，一定会的。小林啊，你现在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了师傅，完全可以肩负起咱们厂设备的调试工作，师傅就可以放心的退休了。师傅，一定记住我说的话啊！放心吧，师傅，我一定会严格遵照您的教导，一切以工厂为重。好，很好，师傅走了啊。师傅您放心，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完成您对我的嘱托，守护您的心血。还等什么？还不快签！启航，你真签了？你们都看到了吧？这是违反劳动纪律的处罚规定。从今天开始，谁再敢违反劳动纪律，就跟他一样，绝不姑息，懂了吗？知道了。你说你那么犟做什么？说签就签了，那可是10万块啊！接下来我还要宣布另一件事情，张龙，这位就是张龙，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从今天开始，他就正式加入我们工程技术部，作为技术人员，大家欢迎啊！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懂什么呀？我听说是厂长的侄子。这个呢，是我和我叔叔连夜制定的新厂规。从今天开始，每个车间都要张贴，每个人员啊都要牢记并且遵守，不要像某些人一样自视甚高，以为整个工厂啊都要围着他转。好了，今天到此为止，散会，大家都去干活吧。
没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啊，装什么清高？哼哼。启航，你干啥呀？现在才5点。严格遵守厂规，准时下班了。我的战争才刚刚开始。林老师，你是？我叫周伯谦，曾经在德国学习过技术编程，有幸听过您的讲座，受益匪浅。请问你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今年我刚刚收购了咱们大夏东部最大的机械加工厂，现在就缺一位技术过硬的负责人，立马想起您了，所以才不请自来，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的公司。这个工资待遇您随便开，并且我向您保证，给予您工厂内部最大的权利，绝不干扰您的管理和工作内容。感谢您对我的信任，不过我暂时还没有调槽的打算，抱歉。战争刚刚开始，我怎么能当逃兵？况且这里是师傅守护了一辈子的地方，我得替师傅继续守下去。好吧，林老师，我尊重您的选择，但是有任何需求，您可以随时来找我。好久没有安安稳稳吃早饭了。小林啊，咱们厂子这些注械设备啊，都必须提前1个小时预约。我明白了，师傅。所以呢，咱们就得辛苦一点，要提前1个小时来厂里开机。好，打卡。每天提前1个小时上班，在别人眼里不如迟到2分钟来的重要。师兄早。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抢修出来的设备。那个大家都小心点儿，这个是全场最金贵的设备啊，德国进口的，专门生产光刻机核心的光学零部件，所以一定要切记，要小心啊。林工早，李主任早。好，开始。怎么回事啊？今天这个机器噪音怎么这么大呀？生产的这批透镜全有裂痕，是瑕疵品，全部要报废呀！谁操作的？啊，你们知道吗？这要是废品的话，我们工厂得损失多少钱？谁干的？我要扣他钱！厂长，我们是按规定操作的。是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要不问一下林工吧。厂长，李主任，怎么了？林工，机器出问题了，你快去看看吧。好。林启航，你过来看看，这批产品为什么不合格？是不是这个机器又出什么问题了？4副电机扭矩过载了，机械翼定位精度偏移。林工，今天早上你没有提前调试啊？我为什么要提前调试啊？可是之前你每天不都是提前1小时来调试机器吗？怎么今天没有提前到呢？我看你是故意消极干工，公报私仇，你还想不想干了？厂规上第3条写着，设备开机前的检查与调试属于正常的工作任务，应该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内完成。现在才刚过8点，现在属于正常的工作时间。过去10年，我每天提前1小时进厂调试机器，可你们不该把义务付出当成理所当然。我来，不就是个扭矩参数吗？我懂。看见没有？不愧是我厂优秀的青年工程师啊！不像某些人以为地球离了你就不转了吗？叔，我把机器调试好了。不错啊，不错。张龙，年轻人呐就应该勇于承担责任，不像某些人啊，拿着我的高薪，却整天的推卸责任。快拿去检测！哎，还是废品，根本通不过红外线检测。我们的产品完全符合标准。不错，张龙有技术、有担当、有冲劲儿。
今天呢，我就正式破格提拔他为工程师，以后这台机器就由你来维护，怎么样？还有谁有什么意见吗？厂长，这台机器是德国进口的 A7，之前一直都是由林工负责的。现在贸然换人，有些不好吧？这有什么不好？你们这些老同志啊，就是思想守旧，不敢重用年轻人。今天你们也看到了，张龙轻而易举的就调试好了这台机器，这不很说明问题？叔，你放心，这台机器我在书上学过，肯定能维护好。好，我现在正式宣布，这是产品检验不合格。厂长，红外线检测不通过，这批货也都是要报废的瑕疵品啊！这不可能，这个跟上回的成品一样吗？是不是检测仪器坏了？不可能，要不还是找林启阳来看看吧。又是林启航，这问题你能解决吗？我明明都调试好了呀，这怎么还是不合格？李主任，去把林启航叫来。好，我这就去。一会儿无论怎么样，也要把林启航的技术学到手。叔，你放心，我可是大学生，就是因为刚来不熟悉，才一时半会儿搞不清楚的。就林礼恒那两下子，我看一眼就能学会。林工，又出问题了，你快来看看吧。哎呦，我的姑奶奶，你能不能快一点喽？急什么？那边不是有个会调试机器的人在吗？时间到底是什么呢？林启航，你看一看，为什么这批产品还是不合格？这个机器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好，这个部件上有一圈毛刺，设备核心压力传感器没有完全校准。哎，机器没修好，你要去哪儿啊？你们只是让我发现问题，没有让我解决问题啊。这个问题你能解决吗？我老师没教过。就这还大学生呢，还技术型人才？就是这个 A7啊，要让他检修，我看啊，整个生产线得直接完蛋了。可不是嘛！废物！那这样，刚才对张龙的任命啊，暂时取消。这台机器呢，还是由林启航负责啊。你赶紧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林工，你今天怎么这么慢啊？李主任，手册上说了，必须要用红外测温仪记录3次度数，取平均值。哎呀，现在哪还来得及呀？你平时哪需要对着手册一步一步来？就这个零点漂移，你用手摸一下，不就能估个8、9不离10？现在这么多工人都在等着，再弄不好我们的生产就完不成了呀！你是不是故意在消极怠作啊？我命令你加快速度，要是影响了生产，我拿你是问。林启航啊，你干嘛还不快点？厂长，厂规上第5条写着，必须严格按照操作流程来操作设备，禁止一切经验之谈。我也只是按照厂规办事而已，这可是您定的规矩，我可不敢违背。要是你再扣我个10万块，我可就要喝西北风了。笑什么笑？谁笑的？抓紧干！快了，快了，还剩最后一步了。我下班了。设备怎么还没有重新启动啊？林启航，你是不是在偷懒啊？耽误了生产，你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你在干什么？厂长，我按照公司的安排进行核心压力传感器的年度校准，这个流程本来就很复杂，这点李主任可以作证的。厂长，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哎，这个年度校准确实复杂，不过现在就剩最后一步，数据固化就完成了。那你就再快一点啊！哎，林启航，
你做什么？我下班了。什么？明明就差最后一步了，你着什么急啊？非得现在下班吗？是啊，林工，你再待1分钟就1分钟，你把数据保存了再走啊。对不住啊，李主任，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了。手册上说了，下班时间不得操作任何精密仪器，以免发生安全事故，这可是厂规啊，是今天早上厂长对我们的殷切嘱咐，你怎么忘了？你非要跟我作对是吧？拿我的话来堵我的嘴，你真以为这个工厂离了你就不行了？就是啊，你不干，有的是人愿意干，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那行，那你们去找能干的人才来，至于我，就先下班了。你这是干什么？谁让你关闭电源的？你关闭电源，我们就要重新启动设备。你是故意跟我作对？厂长，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我怎么可能故意跟您作对啊？厂规上说了，下班之后不得操作任何精密仪器，以免仪器发生损坏，无人负责。厂长，你这是要让我破坏您亲手制定的厂规啊！你说消气儿，你给我滚一边去！李启航，你给我等着！启航，你这样下去，厂长肯定会给你穿小鞋的。听说他侄子是集团 CEO 的亲戚，你斗不过他。他们已经给我穿小鞋了，我还怕什么？那生产线怎么办？那个张荣根本就不懂得实操经验，这样下去的话，师傅的心血全毁了。小宁啊，我在这个厂干了一辈子，从刚刚开始建厂不见经注，一直到现在发展成了这种规模，我只想咱们厂啊，永远保持世界的一流水平。师傅一定会的。师兄，想守住一样东西，就得先让那些想毁掉它的人知道疼。难怪师傅说你像他，这倔脾气简直是一模一样。你们看看这个，为什么有这么多瑕疵啊？啊，这个怎么这么多毛刺啊？这是废品，知道吗？还有，这个尺寸不对，你没看出来吗？这个怎么回事啊？你们是怎么搞的呀？什么东西？废物！你会质量报告？整整1个礼拜，我们的废品生产率提升了30%，30%啊！这是我们夏龙集团生产工厂应该有的生产水准吗？我们的合作伙伴德国的博士集团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要是退单，我们全体工厂都要跟着陪葬。厂长啊，这不能怪我们呐，我们都是按照工厂制度严格标准生产的。都怪某些人在背后搞小动作，给我们工厂抹黑。林工，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谁在背后搞小动作了？又是谁没有遵守厂规？你说出来，我第一个不同意。你是在教我怎么当这个总工吗？我知道有些人对我刚颁布的厂规有意见，不过我告诉你们，企业要想发展，必须要有铁的纪律。说得好，厂长就是厂长，我愿意支持所有人按照厂规办事，若有违背，绝不姑息。从今天开始，我要求你们所有人都要发扬奉献精神，主动的加班加点，把失去的产能追回来。你是工厂的高级工程师、技术骨干，你要起个带头作用。听见没？技术骨干，快表个态啊！厂长的意思是让你带头加班？没错，这是命令。好啊，你答应了？那当然了，我支持厂长的一切命令。加班嘛，自然是没问题的。只是根据劳动法第41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加班工作时，应当根据相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工资。你这是在威胁我。第44条规定，法定节假日加班不低于工资的300%，休息日加班也应该安排补休。要是不能补休的话，加班工资不能低于工资的200%。请问厂长，咱们是根据哪条标准进行的呀？只要标准明确，我愿意带头加班。
我相信工人师傅们也都会乐意的。你是在跟我讲条件吗？你眼睛里还有没有集体荣誉感？我当然有了，可我眼里也有劳动法和厂长定的厂规啊。既然迟到应该重罚，那加班就应该补偿吗？这叫讲规则。厂长，您不是最喜欢讲规则了吗？怎么能说是条件呢？我看你这分明就是怨恨我，扣了你10万年终奖。这样，我说两句啊，咱们公司虽然有规章制度，但是呢，咱们也是一个集体。这份订单关乎咱们工厂的生死存亡，这别人不愿意干的，我来干；那别人干不了的呢，我也干。为了工厂啊，我率先做个表态，为工厂加班啊！好，哈哈哈哈哈哈，说得好啊，这才是我们工厂应有的工作态度。你们要为张龙的这种行为鼓掌喝彩啊！哈哈哈，坚决要杜绝脱离集体的自私主义。林启航，林启航，你先等一下。现在生产线的核心转动轴出现了周期性抖动，要不你留下来先修一下？这要断裂，整条生产线就都废了呀！工厂可是你师傅守护一辈子的地方，你总不能看着不管吧？那确实。那么请问李主任，我有加班费吗？要是没有加班费，那我也爱莫能助了呀。师傅教了我这么多道理，但也没说让我为公司无偿奉献嘛。可是，李主任，这些小问题交给我就行了。你可以，我找了几个同学修复这条生产线，绝对没问题。不用理会这个装模作样的女人。听见了吗，李主任？既然有人自告奋勇，那又何必需要我呢？装模作样，等我掌握整条生产线，第一个让你滚蛋！呸！怎么了？启航，出事了！张龙不但没有把问题解决，还把 A7 的应用程序给误删了。去把李启航给我找来！启航，这可是师傅守了一辈子的心血，如果生产线毁了，博士集团一定会对我们提出上亿的赔偿。师兄，我知道你很急。可是现在是下班时间。不是，启航，都这个时候了，你难道真要跟张强他们斗到底吗？师兄，不是我要跟他们斗，我只是遵守了他的规则，不是吗？那师傅的心血怎么办啊？放心吧，师兄，我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守护住师傅的心血。好吧，那你好好休息。嗯。你快告诉我，这机器修了一晚上有没有结果呀？你说话呀你！李启航，你给我站住！你是什么工作态度？昨天晚上生产线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来？你是不是故意报复？是不是？厂长，我想请问一下，我还有年终奖吗？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那我为什么要加班？你有种！启航，我看厂长真的急了，你小心他报复你啊！没事，我就是怕他恼羞成怒，做出什么更愚蠢的举动来。走了。好你个林启航，他算老几啊？他不就一小小技术工吗？我就不信我整不了他。说消消气儿，这个林启航啊，不就是仗着自己懂得多才在那有恃无恐的吗？咱们呢，可以让他把平常的工作内容写成一个报告，咱们按照报告操作这个设备，到时候他不就可以滚了吗？这倒是个办法。只要我们把全部设备程序都抓在手里，以后啊，就不用他了。
林启航啊，鉴于最近我厂设备发生全方面的问题，你呢作为我厂的技术骨干，应该发挥核心表率作用。你马上写一份涵盖全部设备工序的生产线全面优化的报告给我，这本来也是你的工作嘛。今天下班之前呢，必须交给我。启航，我看他就是故意刁难你，就是想让你加班，不然就给你安个代工的罪名。没关系，一份报告而已嘛。这是什么？这不是厂长要我写的生产线全面优化的报告吗？关于当前生产线效率低下问题的核心更节分析：一、核心更节长期维护不善，导致关键设备性能衰减；二、直接原因，近期多次非专业人员违规操作，破坏了核心系统的稳定性；三、建议立即停止非专业人员接触核心设备，并对操作人员进行重新资格认证。这是什么报告？你分明是在借题骂我！我警告你，你再这样消极怠工，我就以这个罪名正式开除你。你是什么工作态度？昨天晚上生产线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来？你是不是故意报复？是不是？我警告你，你再这样消极怠工，我就以这个罪名正式开除你。想开除我没问题，给补偿就行。你竟然还录音了！在受过厂长诸多照顾之后，厂长不会认为我一点准备都不做吧？厂长，我报告已经完成了，那就先下班了。好你个林启航，你不要以为我治不了你！现在机械坐标应该是有问题的。各位都停一下，我讲两句啊。鉴于最近我厂生产效率缓慢，残次品增加，我想是因为我们厂的技术骨干能力不足，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我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这位呢，就是从我们的对家昊天集团高薪挖过来的工程师钱专家，鼓掌欢迎。以后我们厂的技术问题就由他来全权负责。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管过来请教。又是张龙，又是技术型工程师钱专家，看来张厂长是铁了心的找人取代你。没关系，工厂里面人才聚集是好事，就是不知道这个钱专家到底有几分真本事。林启航以后他就取代你的位置成为我们厂的技术工程师。张厂长客气了，我既然加入工厂，也就希望早点投入工作为了咱们厂的发展做出贡献。说得好不愧是专家呀！一到工厂就心系工作，你们以后都要向他学习这才是我们工厂优秀员工的表率嘛。专家这边请。好，我查过了，这个钱专家名声不太好，就喜欢吹牛。师兄，让他吹，风大别闪了舌头。成了！这机器开始正常运作了。不愧是钱专家，一出手就解决了机器问题。设备这种东西都是大同小异，而且德产设备控制逻辑僵化，根本不符合夏国的操作习惯。像这种设备我熟悉一遍就可以了。那以后还要多麻烦钱专家了。好说，林启航以后这个车间的机器就不用你操作了你上一边去吧。哎呀，这有些人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别人拿他没办法，其实完全就没用，不如哪凉快哪待着去吧。来，钱专家，请。这些代码注记用的是一种只有我和师傅才能看懂的习惯写法，想随随便便破解，也得看有几分本事。钱专家，赶紧的吧，大伙还等着你修好机器开工呢。以后你就是我们车间的技术骨干了，你说什么我们一定照做。用你说人钱专家有自己的节奏，是吧，钱专家？
我看看啊。这 LH 模块，以前怎么没听说过？你说什么？厂长，德国博士集团催促邮件，他们问我们关于 LH 优化模块的最新运行数据，说这事儿是他们决定是否追加订单的关键，让我们今天立马回复，不能耽误。这就是你说的万无一失。 W 模块，那就是这台机器的模块。钱专家，你看看，这个 A7 模块有很多我都没有见过，尤其是这个 WL 的模块，说明书里根本就没有嘛！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工厂80%的订单都是博思集团的呀！如果今天不回复，那我们可就有麻烦了。哎，厂长，你说这个麻烦难道是我造成的吗？这个模块它的设计者是谁？让他出来搞就可以了嘛。这个模块啊，只有设计者和操作者最清楚嘛。 又是林启航，真是见鬼了！林启航，这是不是你搞的鬼？赶紧把那个什么模块说清楚，耽误了博士集团的订单，你付得起吗你？张经理，我正要去找你。LL 模块是一套功耗优化和精度补偿系统，是专门用来匹配博时集团那批特殊定制产品的。我记得这组模块的运算数据模型已经在工程师的圈子里面公开了呀。怎么？ 钱专家，你这样的圈内大拿都没有听说过吗？啊，我当然听说过，只不过是一时间没有想起来罢了。既然数据模型都已经公开了，晚上回去查查资料，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我就说嘛，像林启航这种三脚猫的工程师啊，都能解决的问题，在我们钱专家面前，那就是小菜一碟，对吧？对，没错，多亏了有钱专家，要是靠某些人呐，咱们厂都要喝西北风了。那既然如此，我们就拭目以待了，钱专家。什么？你说那个被我开除的姓钱的去了夏龙机械厂？是的，今天刚刚报道。他不过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假把术而已。而夏龙机械厂拥有像林启航这样的最顶尖的专家，怎么还会花重金去聘请我开除的一个徒有其表的废物呢？你马上去查一下，绝对不能让林启航这样大夏最优秀的工程师受到不公。是。 自己的庙里有一尊大佛不好好供着，这夏龙机械厂不配拥有林老师这样最顶尖的人才。为什么我全厂的设备突然间都瘫痪了？我告诉你们，博士集团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明天他们就会派代表过来看。到那时，生产线不能恢复，我就要赔他们上千万。我本来想着绕过那个什么 LH 模块，强行修改系统核心代码，可是没想到整个流水线的系统居然全被锁定了。 你不是说你是个这方面的专家吗？我高薪把你请来，你就跟我说这些吗？是林启航，肯定是他故意在系统代码上设置防护系统，才导致咱们系统全部都瘫痪的。咱可不能放过他。不放过？怎么放过？现在对我们最重要的是博士集团的订单，这个问题只有林启航能解决，其他人都是废物。不放过，不放过，怎么不放过？说！哼！你就不能看在以前的份上？ 再帮公司这一次嘛，林启航，算我错了，行了吧？之前年终奖的事儿，是我一时冲动，是我不对。开个价，只要你能让这条生产线动起来，我愿意双倍赔偿给你，20万，怎么样？张厂长，现在谈钱就没意思了吧？是，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条件你提，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满足你。行，我只有一个条件。 召开全场大会，在当初你羞辱我的那个地方，为你的杀鸡儆猴，向我林启航公开道歉，还要把10万块钱的年终奖补发给我，1分都不能少。林启航，你不要欺人太甚！当初你在那个地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用老鼠屎来形容我的时候，怎么不说欺人太甚了？我只有这一个要求，愿不愿意悉听尊便？不可能！林启航，你等着！ 潘厂长，明天博士集团就要派人过来，如果这个生产线得不到恢复，我们几人都得负责。如果你还想在这个行业好好混下去，就给我想办法。这个办法，我们可以把 LH 模块彻底删除，然后再重新编成一组新的代码。你确定可以？小事一桩，我保证明天博士集团代表来之前就能完成，绝对不会耽误他们来视察。说的有道理，只要能够重新编排程序，我就可以舍弃 LH 模块。 以后再也不用看他的眼色做事。没错，叔，
到时候咱把他踢出工厂，让他嚣张。启航，张强让那个钳工他们把整个系统格式化。是吗？啊，你早料到了？他们想把我踢出局，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赶我走。只是我没想到，这日子来得这么快。他们想把核心模块全部重新编程。厂长不知道，可那个狗屁钳工他不懂吗？这套设备的硬件驱动可是根据 LH 深度定制的，这一旦国式化，那就是一堆废铁啊！随他们去吧，等明天博士集团的人到了，他们就知道后悔了。今天的程序没有问题吧？操作就交给你了。来了来了，厂长，博士集团的代表来了。欢迎施耐德先生。张厂长，我这次前来是代表博士集团向你们夏隆集团下最后通牒的。如果今日之内工厂还无法恢复生产，我们博士集团将单方面终止所有的合作协议，并启动8位数欧元的索赔程序。施耐德先生，我们工厂最近确实遇到害群之马，故意找麻烦。不过您放心，我们已让系统程序重新编排，保证今天生产线能够正常运行。真的，请。施耐德先生，您看，这就是我们的生产线。怎么还不开始？开工！很好，非常好。你还不过去看一看？怎么操作不了啊？所有设备全都报废了！什么？这就是你们让我看的东西？设备操作不了，订单没有办法完成。张厂长，如果你们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咱们就法庭上见。不是这样的。叔，你没事吧？完了！这要是让公司知道，我刚一上任就失去了博士集团这么大一客户，那我该怎么办呢？那我的前途不都毁了吗？叔，别着急，咱们再好好跟着德国佬说说。就是他操作失误导致的停机。我是按规程操作的。他就是林启航，是我们厂唯一的高级工程师，可他却经常不遵守劳动纪律，迟到早退，消极怠工。今天这一切，全都是他一手造成的。没错，就是这个消极怠工的女人，视生产线设备损坏而不顾，才导致设备损坏的，她应该负全责。张龙，说话要有依据。一直以来，启航都是按时上下班，是你不懂装懂，才导致这样的后果的。谁叫他从来不教我设备怎么使用的？我作为厂里的技术人员被招进厂，他从不教我设备的使用方式，也从不指导我工作，这难免导致我工作上有所疏忽嘛。这不是理由，所以他才丧心病狂的报复，破坏生产线，导致这条生产线作废。施耐德先生，今天这条生产线崩溃，他才是真凶。就算这个林启航看到张龙有时候操作有些小小的失误，他却视而不见，这分明是故意损害工厂的利益。而我作为一厂之长，肯定不会助长这种歪风邪气。你这个实习生懂什么？就是，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请问您是林启航老师吗？没错，就是他。他是我们工厂的员工啊，却从来不遵守工厂的劳动纪律，丧心病狂地破坏这条生产线，才导致我们的工期延误啊。不过施耐德先生，您放心，我今天一定会代表工厂铲除这根毒瘤，保证我们后面的合作能够稳步进行下去。张厂长，我看你就是推卸责任，想把锅甩给启航。启航，你解释几句，是他们企图绕过 LH 模块暴力操作，才导致这样的后果，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大家都看清楚了吧？就是他，要不是他擅自修改参数，设备能出问题吗？还不是林启航仗着自己懂一点 LH 模块，以此为要挟，坐地起价威胁工厂。
我们不得已才将模块格式化的，造成这样的后果全怪他。对，他说的没错，都是他干的。没错，要不是这个模块被恶意修改了程序，我怎么会操作失败，导致现在这样的后果？跟我可没关系啊。林启航，因为你的消极怠工，给我们工厂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今天我代表工厂正式开除你，你马上现在立刻给我滚出这个工厂！保安，把他给我轰出去！等等，不劳你们动手了，我自己走。等等，施耐德先生，您放心，我们公司一定会全权代表贵公司起诉这个林启航，而且还保证我们今后的合作不会受影响。还愣着干什么？没听到我要把人轰出去吗？林老师，好久不见，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您。什么？波氏集团的首席代表施耐特先生，居然叫林工老师！启航，你跟施耐特先生早就认识了？施耐特先生，您是不是搞错了？他就是我们厂的一个小小的工程师，他怎么配成为您的老师啊？你觉得我连自己的老师都会认错吗？您是？林老师，您可能不认识我，但3年前您在慕尼黑工业大学上的线上技术讲座，刚好我也在现场旁听，您的讲解让我受益匪浅。林工这么厉害呢，还给慕尼黑工业大学开过技术讲座啊！哇，厉害啊！张厂长，刚才您说要开除林老师？施耐德先生，您有所不知啊，他违反工厂的规定，消极怠工，导致生产线停滞。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啊。真是可笑！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位可是 LVL 优化模块以及整条生产线核心系统专利的唯一持有人？你说林老师会消极怠工？什么？他是整条生产线核心专利技术的唯一持有人？这怎么可能？天哪！难怪林工这么厉害，原来这条生产线的核心专利是他的。我就说嘛，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只要林工一出手，就立马都能解决啊！对呀，不可能，他不过是个小小的工程师，怎么可能是生产线核心系统的专利物持有者呢？对呀，没错。真是两个蠢货。不可能，那你们看清楚了，这是我的专利证书。就算你有专利证书又怎么样？说不定这证书是伪造的。没错，施耐德先生，你可别被他给骗了。他是什么人，我们最清楚。伪造？我看你说话还真是不经过大脑。这个可是专利局的官网图片，难道我还能让专利局为我造假不成？哼，一群蠢货！如果你们仔细点，应该可以发现 ，LH 模块的字母就是林师傅名字首尾字母缩写。那个模块是我在师傅原有的基础上独立开发出来的一套功耗优化和精度补偿系统，是专门为了匹配博士集团那套特殊定制产品的。而且我也是无偿给工厂免费使用而已。既然你们把林老师开除了，那么我们的合作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不，施耐德先生，这合作不能取消啊！就算他是核心专利技术唯一持有者，那这也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我看你还是没有搞清楚，说你蠢都是抬举你。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啊！我没有。只有林老师的技术才是我们选择你们华龙机械厂的唯一原因。我们相信，只有林老师才能完美实现我们对产品精度的要求。而如今你们开除了林老师，我们的合作还有什么必要？你什么意思啊？你怕是不知道，我们博士集团之所以选择你们华龙机械厂，就是因为我们技术团队发现你们的生产线用了林老师的 LH 模块。听明白了，你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订单和向上爬的资本，都是因为我，根本不是你所谓的关系和背景，也不是这工厂里的硬件。张强，是时候该清算了。你应该好好想想怎么去和陈总解释吧。
生产线停爆对我们博士集团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你们就等着赔偿巨额的违约金吧。不，林工程师，是我们错了，是我们错了，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原谅我们吧。林工，是我有眼无珠，求您快恢复生产线，要是订单被取消，我们就全完了呀。贵公司的规则不是很严格吗？刚刚还说我消极谢工要开除我，现在又来求我，算怎么回事啊？而且你们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跟我有什么关系？林工，我给您跪下了，我求您了，您回来只要把生产线恢复了，我什么要求都答应您。什么要求都能答应？只要你肯回来，我答应你任何要求。你别忙，别去了。不好意思，晚了。你给我穿小鞋，要把我开除的时候，就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吗？你还在耍我？我就是耍你，你又能怎么样？我早就给过你们机会了，是你们自己不珍惜。施耐德先生，我知道那批产品对您来说特别重要，我有办法帮助您。林老师，你有什么要求？只要你们能帮我解决问题，我们博士集团能满足你所有的要求。我希望能和贵公司合作，不过不是以华龙机械厂员工的身份，毕竟刚才我已经被开除了。林老师，您请说。我希望以博士集团的名义，让华龙机械厂总公司满足我3个条件。林老师，哪3个条件？第一，让他还有他的侄子张龙，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工厂，他们不配待在这里。第二，我希望夏龙机械厂总公司就张强对我进行的侮辱和名誉诽谤，向我赔偿50万的损失费。第三，我会以独立技术顾问的身份为恢复生产线提供技术支持，不过我的收费标准是按小时计费，每小时1万块人民币，直到生产线检验合格为止。每小时1万块，你疯了吧？你怎么不去抢啊？那你们去问问看陈总，愿不愿意答应？比起赔偿巨额的违约金，我想陈总应该更舍得出我这笔钱吧。您从外边请来所谓的钱专家，好像也不便宜吧？钱专家值这个价。林老师，您的这些条件我是完全同意，我马上就去跟陈总沟通。我相信陈总应该知道该怎么选择。陈总，情况我已经说明了，现在要么满足林老师的所有条件，要么我们的合作终止。咱们法庭上见。我劝你最好还是想清楚了，一旦失去博士集团这个全球顶尖的客户，不光要赔偿巨额的违约金，更可能会波及贵公司在行业内的信誉。一边是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工程师提出的无理要求，一边不过是你一个亲戚的面子而已。这道选择题，作为一个合格的商人来说，应该不难吧？您说呢，陈总？好。说，陈总怎么选择，应该不用我多愿说了吧？我们也不想做得太难看，毕竟我们更希望产品能正常生产。陈总，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今天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跟我可没有关系。好，我代表集团答应你的3个条件，50万赔偿会在1个小时内打到你的账上。至于张强，从即刻起取消在集团内的一切职务，待后续处理。张龙直接开除，在全行业内封杀。陈总，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还愣着干什么？他们已经被开除了，赶紧扔出去！表哥，你别碰我！表哥，我错了。陈总，这种蛀虫，我希望贵公司以后得好好管管，别以后又整出什么事端，影响咱们2家的合作。施耐德先生，这就不麻烦您提醒了。我会管好我自己的员工的。林工啊，我代表集团为张强在工作中出现重大的失误，向你表示深深的歉意，也希望你能够以大局为重，尽快的恢复生产线。你给钱，我办事，我会尽心尽力的。这是我师傅的心血，我是绝对不会让这种小人给毁了。好，后续我会亲自来厂里和你详谈。可以。好啊，好啊，启航，当年师傅带咱们在实验室搞通宵、搞计算的时候，就说了你早晚出人头地，没想到你藏得这么深。林工，之前总觉得你低调过了头，现在才明白，你这是真人不露相啊。喂，轻点儿！
叔，现在怎么办啊？别急，我会想办法的。林启航，你给我等着！你别得意，我会回来的。回来弄死你！呸！走。林工，你太厉害了，连张厂长都被开除了。是啊，我们啊早就受够他们了。自从他们来了之后，不懂装懂，胡乱指挥，搞得我们啊都快累死了。太好了，以后我们可以正常上下班了。好了，等我把准备工作做好，将生产线恢复，大家就有的忙了。好，那我们先去忙了。施内德先生，真是别忘，今天多谢你了。不用谢，我们啊是合作双赢，毕竟我们也不想失去和林老师的合作机会，只有您才能产出我们满意的产品。希望林老师尽快恢复生产线，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哇，成了！太厉害了！好，恭喜恭喜，终于恢复了！好啊！只要启航一出手，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对呀。系统虽然恢复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重新检测一遍。刚才前专家动过，所以我担心程序会有乱码。小王，哎，你把3号4伏电极的驱动模块重启一下。小李，哎，让师傅确认一下高供电回路的稳定性。小刘，哎，把液压站的压力值降到7.5兆帕。这就是林老师教出来的孩子，做事一丝不苟，有条不紊，简直就是一门艺术。有这样的团队，才能生产出好的产品。启航长大了，可以独当一面了，师傅的心血守住了。生产线恢复了，好。好，大家辛苦了，我们继续吧。生产线恢复了，那就辛苦各位，赶紧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开工。走，开工。林师傅，多亏了你。施耐德先生，这是生产线刚刚新产出的产品，您要不要亲自测试一下？太震撼了！这合格率竟然达到了100%，比之前生产出来的合格产品精度还要高出0.01微米。林老师，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就说嘛，只要出自林老师的产品，绝对没有质量问题。将工，真是太感谢您了。我也只是用我的专业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你说你是不是个废物？不要给我惹事，不要给我惹事！你看看弄的，这也不能都怪我呀！我也没想到这臭丫头，她一个小小的工程师，竟然有这么多手段。我告诉你啊，最近这段时间，你最好给我老实点。这事咱就这么算了吗？这臭丫头可是整条生产线核心专利技术的唯一持有者呀！行了，我自有安排。林工，你还是来这么早啊？林工，这工厂可真不能没有你，不然我们全都得放假了。是啊，林工，那张强可真不是个东西，还要克扣你的年终奖，他根本不知道你为这个工厂付出了多少。好啦，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大家快去干活吧。好嘞。师兄，赶紧让所有人停止工作，停下机器！启航，怎么了？来不及解释了，快！所有人停止工作，关闭机器，快关闭，快关闭，快关闭！启航，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样，受伤没有？没有。林工，这到底怎么回事？
机器有问题，拆开检查。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这根转动桥用的可是德国原厂的，用的也是顶级的隔膜平抗钢，设计寿命20年，这才用了不到5年，怎么会成这样？拿检测仪过来。老刘，哎，林工来了。不对，这不是铬膜学性钢，这是最普通的45号碳钢，它的强度和耐磨性连原厂正品的1/10都不到。偷梁换柱，这如果要出了事儿，全场这线人的性命都得搭进去啊！这种劣质的转斗导在高速运转中一旦断裂，飞出的碎片威力不亚于炮弹，足以将半个车间夷为平地啊！这能解决吗？这个张强真不是个东西，这是想害我们全工厂的命啊！这狗日的张强，平时就在那儿偷偷摸摸的换零件，没想到敢拿人命换钱，难怪上个月机器总异响。那混蛋要是在，老子非把他脑袋塞进齿轮里！张强，我本来就打算放过你，没想到你做出这种事情，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师兄，立马封锁现场，把检测报告和工厂的采购记录全部调出来，我要发给集团陈总和施耐德先生。好，我现在就去办。大家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我会让他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好，我现在就去办。大家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我会让他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施耐德先生，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他们为了吃回扣，用国产的廉价零件替换了德国原装进口的核心部件，更是把工人们的生命当作儿戏。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林老师，我会紧急处理这件事情，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供应商出现这种问题。那就辛苦施耐德先生了。表哥，你找我呀？你还敢来？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这怎么回事？表哥，你听我解释。你还解释个屁呀你！人家都证据确凿了，说你平日里吃点回扣也就算了，这安全上的东西你也敢动手脚，你真是好大的狗胆啊你！表哥，我错了，是我一时财迷心窍，我也没想到会出现这么大问题啊！表哥，知道错了有什么用？人家都把你告了，你就等着吃牢饭吧你！表哥，我不想坐牢啊，你帮帮我吧，表哥。我怎么帮你啊？你这是在犯罪！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公司要承受巨额的损失，知道吗？这件事情是你做的，全由你负责，好吗？来人！表哥，你救救我！你救救我，表哥！哎呀，表哥，你救救我呀！我不想坐牢啊，表哥！陈总，施耐德先生和林工到了，在接待室。知道了。哎呦，二位领导，你们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这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施耐德先生，林工，让你们久等了。陈总，您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事情而来。知道，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我们正在处理，保证给贵公司和工人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点您放心，我们正在进行全面整改，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最好是这样，毕竟我们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也不希望为了这种事情闹得不愉快。这件事不仅仅是质量上的问题，更是安全问题。若是以后再有此类事件发生，我博士公司将永远不会与贵公司合作。陈总，我需要你给我一个交代。林工，张强已经送到局子里了，证据确凿，他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光是这样可不够啊。林工，还有什么要求吗？只要你能提出来，我一定满足你。我需要你给工厂的每一个人5万块的赔偿。每个人5万块，这也太多了吧？这是精神损失费，要不是我及时发现了问题，恐怕现在工厂的损失可不止这么一点啊！怎么，陈总，连这点钱你都出不起了？林工啊，真是有点趁火打劫啊！我可以赔偿，但给不了那么多。
5万块，1分都不能少。要是不能给的话，生产线可就恢复不了了。孰轻孰重，陈总你自己掂量。好，我答应，但是你必须尽快恢复生产。陈总放心，只要新的转动流到了，那生产线立马就可以恢复了。那我就不打扰陈总了，先回工厂了。陈总，那我也就先走了。好，慢走。林启航，好你个林启航！系统优化成了，大家都停一下，集合一下。大家钱都收到了吧？收到了。林工真是太厉害了，竟然为我们争取到这么多赔偿款呢！对呀，我姑娘的学费也有着落了，谢谢林工。大家为工厂付出辛苦了，这些都是你们应得的，以后大家就可以好好工作了。系统优化我已经完成了，今天就辛苦大家加个班，尽快恢复生产线，不要让施耐登先生的订单受到影响。毕竟施耐登先生也为我们出过很多力。好，没问题的，林工，交给我们吧，开工！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大家加油干啊！去吧，各就各位，开始工作。林师傅，你真是太了不起了！经过你的优化，整体效率提升了15%，耗能降低了10%。太好了，这样这批产品一定能超前交付，这也是为了不辜负施耐德先生的信任。好，我决定，博士集团将在原有的订单基础上再追加5000万欧元的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施耐德先生，追加订单的事情还是希望您慎重考虑一下。不用考虑，只要有林师傅在，就不需要考虑。技术总监需要写在协议里面。备车，我要马上去厂里。好的，陈总。小林啊，这是公司额外给你的赔偿和奖金，这是张强事件的处理结果通报。额外的补偿和奖金就不必了，我只拿自己该拿的一部分。不过陈总，今天您亲自过来，应该不是为了这件事吧？小林就是聪明，的确有别的事情。这是集团对你新的任命。华夏分公司副总经理、技术生产总监。也就是说，一旦我签了这份合同，我就会从一名普通的工程师一跃成为集团高管，拥有这家工厂3%的干股。没错，小林啊，你的确是个技术天才，但是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你需要更大的平台来展示你自己的才华。而我夏龙集团偏偏愿意做你这个平台。当然了，张强那个蠢货不配管理我这个工厂，我这么大的工厂，应该由你这样的人才来管理才对嘛。一旦我签了，金钱、体力就都拥有了。但这个合同我不能接受。为什么？你是有什么顾虑吗？金钱、股份都可以谈，跟这些无关。我是一名工程师，我的乐趣在于攻克技术难题，在于看着冰冷的代码变成高效运转的机器。你这是？这个我也不接受。那张强、张龙这些害群之马，我都已经赶出去了，你为什么还不愿意呢？他们虽然已经走了，但是有陈总您这个总经理，那这些皇亲国戚永远都不会断绝。林启航，我是不是好脸给你给的太多了？好脸？你不就是想通过这些股份来盗取我的核心技术，然后再想办法把我踢出局吗？这样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吗？你怎么知道的？我只是不喜欢搞办公室政治，但不代表我蠢。你给我站住！林启航，你可以走，但是你在职期间利用公司的平台和资源开发出的那些核心技术专利，必须留下。你签了这份技术转让协议就可以走了，否则你别想走出这扇门。陈总，你这是打算明抢了？我抢你，你不也得受着吗？快签！
那些技术是我个人业余时间的成果，专利上清清楚楚写的我的名字，跟公司无关。你以为你走得掉吗？来，抓住他的手，帮他签。你们放开我！哎呀，好热闹！你是谁？谁放你进来的？认识一下，我叫周伯谦，刚刚收购了一家机械加工厂，是来找林老师咨询的。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收购了大夏东部最大的机械加工厂的周总，对吧？没错，就是我。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啊，听到了陈总说的一些话，我不认可。第一，夏龙机械厂已经不再是我们大夏最大的机械厂。第二，林老师离开了你们，我会给他提供更大的舞台。姓周的，你这是铁了心的想要跟我抢人吗？你们张厂长已经把林老师给开除了，你还谈什么抢不抢？我劝你们别动！进。林老师，现在咱们可以去了。林启航，你真的想走吗？这可是你师傅的心血。放心吧，我还会回来的，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周总，刚才真的非常感谢你，要不是你及时出现，我恐怕……太客气了，林老师，这都是举手之劳。更何况，我由衷的欣赏您的才华和风骨。这夏龙机械厂留不住您，是他们的损失。林老师，我们国家很难，国外在高端精密制造，尤其是光刻机技术，长期对我们进行了封锁。我正是看到了您的技术，才看到了希望。所以我想邀请您一起打破它，让我们国家的制造重回世界之巅。周总，感谢你的信任和赏识。你刚才说的这一切，正是我作为一个工程师的梦想。这个挑战我接受了，我愿意加入。太好，林老师，欢迎您加入重工机械，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未来。大国重工。这以后就是咱们的战场。很不错。周总这是带着谁过来的？听说周总最近挖了一个技术专家，应该就是他了。工友们，我们暂时把手里的活放一下，我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新同事林启航，林工。林工呢是咱们业界顶尖的技术专家，从今天起，林工将担任咱们公司的兼副总总监，全面负责咱们厂里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研发。大家热烈欢迎！大家好，我叫林启航，以后请多关照，一起努力。只要我们通过了这次考察，我们就会拿下这笔意义重大的订单。这段时间大家可能要辛苦一点，严格的把控每一道工序的产品质量关。我向大家保证，只要拿下了这笔订单，在座的每一位奖金都不会少。好了，大家去自己的岗位上，拿出最饱满的状态。林老师，细节我们就去工作室谈吧。好，周总。对了，我们厂啊，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和一个国际龙头企业进行合作洽谈。届时呢，他们会派出专家组来我们厂进行全面的考察生产流程和产品的合格率。来，请进。林老师，你看看还缺什么，直接告诉行政部，让他们给配齐。已经很好了，谢谢周总，这比起我在夏龙的时候好太多了。林老师，这以后就是你的战场。关于光刻机部分、机密部件的加工，我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想法。特别是双工作台和物镜系统的超机密导轨。没错，导轨的平直度和稳定性是关键，传统的材料和方法可能已经达不到要求了。我觉得可以考虑。你看，这个产品的厚度大概是0.5微米，然后这个的话控制在0.8微米左右。伯谦哥，苏连雪，你怎么来了？他是谁？为什么你们靠那么近？苏连雪，注意你的言行，这是工厂的办公室。这位是林启航，林总，是我们公司聘请的技术总监。你好，技术总监？这么年轻的女人，伯清哥你骗谁呢？他是不是用了什么手段纠缠你？苏连雪，我再说最后一遍，林总是我们高薪聘请的技术专家，负责厂里最核心的项目。你的无端裁课失礼且冒犯。伯谦哥，你从来都没有这么凶过我。为了这么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你骗谁呢？我不信。苏小姐，
凭我能解决周总都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也凭我能带领工厂拿到大订单。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国谦哥，我不喜欢他，你换了他好不好？你要是缺钱，我叫我爸给你投资。喂，保安，来我办公室一趟，把苏小姐给我请出去。另外，没有预约，不允许进入生产区核心办公室。周国谦，你等着！林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她是苏氏集团的千金。周总，您的私事不必向我解释，我们还是讨论工作问题吧。刚才说到的导轨问题，我觉得可以采用一种新型的复合材料，这种材料的耐磨性和强度都非常好，而且成本也相对较低。我已经做了初步的测试，数据显示它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不好意思，林老师，这不知不觉都这么晚了，我这一讨论起来就没完了。要不这样，您饿了吧？我请您去外面吃个晚饭，就当做赔礼，也当做了欢迎宴。太麻烦了，周总，等我把这个模拟运算跑完，等结果出来再看吧。吃饭不急，工作要紧。林老师，那也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啊。要不这样，我去咱们食堂给你打份饭，咱们厂里的厨子手艺特别好。太麻烦了，周总，我一会儿自己去吧。哎，不用，您别动，我去吧，我刚好活动活动。你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博谦哥一定是在气我打扰他工作，才会那样对我的。他怎么可能喜欢那种女人？一点女人味都没有。对，肯定是这样。哎，你看见没？刚才周总亲自去食堂打饭呢。周总平时不都是应酬或者回家吃吗？怎么今天吃食堂了？还能为谁？给新来的林总监打的呗。我看周总端着2个饭盒就到办公楼去了，别提多体贴了啊！周总这是还叫什么林总监？我看以后咱们得改口叫老板娘了。今天周总看林总监那眼神儿，摆明了不一样啊！老板娘，她也配？林启航是吧？技术专家是吧？想当老板娘，我让你待不下去，让你身败名裂！请您召见。施密特先生，这个是我们采用了新型工艺加工的第7次样品。你看这个表面的光洁度和边缘处理，都完全符合贵司图纸上标记的0.5微米上差。林工的技术我们信得过的，我们之前说过，林工在哪儿，我们订单就在哪儿。林工，请你解释一下。这个正向春鱼误差为什么超过了1.2微米？还有这个位置，这个加工瑕疵是怎么回事？这不可能，我们的每道工序都经过严格的自检和抽展，还有数据记录，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施密特先生，会不会是你的仪器偶尔有误差，或者是搬运途中有轻微的磕碰？这林工可是我们周总花高价请过来的技术专家，我们厂现在所有的核心编程的工艺都是由他一手负责的，按理说不可能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啊。我的仪器刚刚校准过，至于磕碰，这是典型的加工应力释放不均导致的微落纹，绝非运输所致。很遗憾，这一批产品的质量完全达不到我们验收标准。基于现在情况，我必须汇报总部，这次合同恐怕无法签署了。别呀，施密特先生，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这合同要是签不了，我们工厂可怎么办呀？工人们的奖金可全指望这笔订单呢。都围过来干什么？还不工作？哟，我刚刚怎么听到因为某些人技术不行，滥竽充数，害得我们工厂丢了重要的订单啊！真的吗，林总监？这真的是你的问题吗？就是他这个新来的林总监，他技术根本就不行，做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是次品，现在害得专家不满意，合同都签不了，你们所有人的奖金都泡汤了。苏小姐说的是啊，专家就是这么说的。真是没有想到啊，周总这么信任他，把全场最重要的技术工作交给他了。结果就弄成这个样子，这让我们怎么向周总交代？
怎么向全场指望着这笔奖金养家糊口的工友们交代呀？白加班了这么多天，说没就没了。没有技术就不要站在这个位置害人害己。我还等着给孩子交学费呢。像他这种人，怎么能留在我们的厂呢？难道要让他继续祸害下去，害得大家没饭吃吗？我们应该一起向周总请愿，请他离开。对，让他走。对，不能让他害了工厂。离开！离开！离开！赶快离开！大家安静啊！林总监，事情闹这么大，你是主动辞职道歉，还是乖乖的承担责任？你100万甚至上千万的罚款呢？要我看，几千万都不够他赔的。这么多工人的奖金，他赔得起吗？就是，赶紧赔我奖金！都怪你！要是你不来这个工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真是个扫把星！算我求你了，你赶紧滚啊！你看你干的好事儿，林启航，你不是很能吗？你不是想要勾引周伯清吗？现在你成了众矢之的，我看你还能狂到哪里去？大家都看到了吧？他自己都无话可说了。我们现在就去找周总，把这个害群之马赶走。站住！这批路件，半个小时前的抽检完全合格，现在突然出现了问题，大家就不觉得奇怪吗？那里的监控应该能拍到刚才是谁碰过这些部件吧？你少胡说八道！谁碰你的破部件了？分明是你自己加工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就是啊，那个监控啊，几天前就坏了，根本拍不到什么。我说林总监，你就别狡辩了，赶紧承认错误吧。现在调取成品检验区的监控，马上送过来哦。查一下最近3天的监控维修记录，我倒想看看监控是怎么坏的。林启航，你少装腔作势了，别以为这样就能转移话题了。这个事情就是你的错，休想推卸责任。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事情，你必须给我个说法。大家看看啊！各位，我知道你们当中有的人急需要用钱，但是没办法，因为林总监的失误导致你们的奖金没了啊！他现在还想转移话题，大家联合起来去周总那里举报他。对，大家不要被他给骗了，他就是想转移话题，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你们怎么了？他害得你们奖金都泡汤了，你们不想让他滚蛋吗？我觉得林总监说的有点道理，这部件到底是怎么坏的，咱查查监控不就知道了吗？万一不是林总监的错呢？对，我们当然痛恨让我们失去奖金的肇事者，但是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啊！哎，我就说嘛，让安保部查查监控嘛。我看你们是被他给洗脑了啊！林总监损坏部件，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你们没有眼力见吗？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他带走啊！你们的奖金还要不要了？都给我住手！博圈哥，你怎么现在才来啊？这一次德国项目全被这个林启航搞砸了。是啊，周总，咱们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好了，结果就坏在林总监这最后一步上。哎，他惹得施密特先生大怒。不过没关系，幸好我们发现及时，没有酿成大祸。林老师 ，Oh my God， 我终于找到你了。听说你从夏隆辞职后，我就一直在找你，就是为了和你谈光科技精密设备的长期合作。各位。这位就是我们工厂要合作的德国工厂总裁施耐德先生。啊，施耐德居然亲自来了，而且施耐德还叫林总监老师，这还真是让人大裂眼镜啊！不可能，施耐德竟然叫林启航为老师，这什么情况？林总监居然是施耐德的老师，施耐德先生，没想到您会亲自过来，不过现在好像不是谈合作的好时候了。您的专家说我们生产的部件是次品，工厂里的某些人还想煽动货友们把我赶走。施密特，怎么回事？施耐德先生，这批部件的骤向跳动误差超标，还有加工瑕疵，确实不符合标准。施耐德先生，你看一下这个瑕疵，这处痕迹边缘锋利，没有金属疲劳，应该是外力导致的，而非加工时的失误。还有这个测量仪，刚刚施密特先生没有完全校准仪器，所以这台仪器的误差至少是0.8微米。施密特，你就是这么做检测的吗？我这是一时疏忽。林总，监控调来了。监控是合成的，博谦哥，你要相信我，不是我弄的。来人，把苏连雪带走，从今往后不允许他踏入公司一步。不要，不要啊！
我错了，是苏连雪逼我的，我再也不敢了，求您饶了我吧。你收了苏连雪多少的好处？明天你就自己去人事部辞职。还有你对公司生产造成的损失，公司会以法律的形式对你提起诉讼。带走。周总，我错了，周总，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啊！林总监，实在对不起，我们刚才误会您了，都怪他们刚才忽悠了我们，才错怪了您，求您原谅我们吧。没事，只是误会，只要误会解开就好了。这批部件重新检测一下，争取早日完工。林老师，你的冷静和技术让我敬佩。这批部件重新检测就好，合同现在就签。而且我决定将光刻机的精密部件独家生产权交给你们厂处理。太感谢您了，施耐德先生，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太好了，老师，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能打破国外对我们的技术封锁。我们会在3个月内完成光刻机精致导轨的样品生产，达到国际顶尖水平。后续生产线的扩建，我们也准备启动。好，太好了，总部一定会全力支持你们。我已经安排特维斯留下来了，让他们协助你们对接技术问题。师傅，那我就先走了。慢走。这次真的多亏了你，没想到这施耐德先生也是你的学生。我也没有想到他会亲自追过来，不过工友们的奖金总算是可以落实了。大家都过来一下，我宣布个事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奖金落实了，施耐德先生同意跟我们合作了，而且订单量翻倍，所有参与的工友们奖金也翻倍。哇，还是林总监厉害，一下就给我们签了个大单。我决定了，我要一直追随林总监。我也是，追随林总监，追随林总监。样品测试通过了，生产进度也加快了不少。施耐德先生对我们非常的满意。林副总说吧。这回你想要什么奖励？我想要收购夏隆机械厂。夏隆机械厂，那不是你之前待过的地方吗？他们因为失去了你的技术，现在订单量下滑了一半，确实是个收购的好时机。不过你怎么会突然想收购它呢？我毕竟是夏隆出来的，最终还是要回去。这一次，我想靠自己夺回夏隆。你告诉我，这个月的订单为什么又少了？陈总。听说重工机械厂签了施耐德的大订单，很多客户都转移到他们那边了。而且林启航好像要和周伯谦一起收购我们厂。什么？林启航他还敢回来？是，据说已经在准备资料了。敢动我的厂，赶紧给我备车，我要去趟重工。好的，陈总。周总，财务和法务那边已经确定好了，我们公司给出的资金完全可以负担夏隆的债务。并且可以买下所有的设备和仓库，现在就等夏隆的陈总签字，我们就可以完成过户。收购可以，但夏隆的老员工不能开除，一定要留下，他们都是老骨干，对光刻技术了如指掌，再加上忠心耿耿，留着也是一大帮助。是，林总。周总，夏隆的陈总已经到工厂门口了，他说要见你。没想到他们来的这么快。行，我们走。还是陈总消息灵通啊，这么快就收到了我们要收购夏隆的消息了。姓周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要和林启航收购我夏隆？既然你知道了，我们也不瞒着了。没错，我们就是要收购夏隆。你这公司已经处在亏损状态了，何不直接卖给我们？放屁！就算我倒闭了，我也不会卖给你们。林启航，你可以啊！我邀请你来我夏隆集团做管理层，你不愿意，没想到你还留了这么一手。陈总，夏隆破产是早晚的事情，你又何必拖到现在呢？你要是早点把夏隆放了，工人们也不至于没有工资。不用再说了，不管怎么样，夏隆我是不会放手的。陈总啊，我们现在收购夏隆是在给你机会，你要是不珍惜，倒霉的是你自己。你少在这危言耸听，别以为跟施耐德谈好了合作就可以在这耀武扬威。我告诉你们，我的夏隆集团迟早还会起来的。陈总，你要是签字，还能收到一笔补偿金；要是不签，下个月夏隆就会申请破产，到时候你可一毛都拿不到了。没错，现在把夏隆卖给我们，不仅可以还清之前所欠的债务，还能收到一笔不菲的赔偿金。你要是不签这份合同，到时候不仅会破产，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还会面临被工人起诉的风险。您这又是何苦？他们说的也对，夏隆现在完全就是垫底的，那群家伙拿不到工资肯定要搞我，倒不如真听他们的，把夏隆卖了。陈总，我也是念在工厂的感情的份上，才向周总多给你要了一点补偿金，对你们来说足够了。好，
我签。各位好，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家工厂的技术总监了。在这里，我向大家宣布3个新规则：第一，尊重技术，尊重专业，任何行政命令不得干预技术流程；第二，赏罚分明，唯才是举。从今天开始，你们的奖金、绩效和升迁都将与能力相关，与马屁和关系无关。第三，能者上，庸者下。我会建立严格的技术考核和岗位评估体系，浑水摸鱼的人，我劝你们尽早离开；有能力的，我会给你们展现的舞台。属于技术和实力的时代才刚刚开始。